起藏着你温柔呼吸，呼吸爱里迷人的香气，想起穿过梦幻雨季，等到天空放晴，忘了你。心情都是想念的伏笔，伏笔是你留下的痕迹，散落风里，一路指引，找到你。阿妈，我要吃早餐。哇，今天的胃口很好哦。当然，我很开心啊，我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。原来无债身轻是这样的感觉。阿嬷也替你高兴。哦，阿妈，我请了2个小时的假，等一下就会过去厨艺学校报名和交学费。你能完成你的梦想，阿嬷很开心。可是你也别忘了替阿嬷完成梦想哦。阿妈，你有什么梦想？阿嬷的梦想就是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男人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对了，你那个厨师男朋友怎么样啊？阿妈，他不是我男朋友啦，我们只是好朋友。我觉得我桃花运应该还没有到啦。有空呢，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吃顿饭，阿嬷好好的替你看他的面相和手相。怎么了？厨艺班那边发了一个地址给我，要我去那边交定金。可是这个地址看起来很眼熟，好像在哪里看过哎。Janet， 为什么 Chef Ray 的餐厅会突然变成厨艺班啊？我也变成了厨艺班的 admin 了，你还是去问 Chef Ray 吧。Chef Ray， 你不做生意了？哦，暂时租给 Chef Ricky 做客室。为什么？你闻一闻。有花香的味道。这是瑰夏咖啡豆，产自于 Piedra di Candela。比起一般巴拿马咖啡的典型风味，它更有鲜明的特色。可是这个地方出产的咖啡豆有极高的死亡率，产量也低，而且还需要复杂又高成本的处理方式，才能维持它最原始的风味。哦，这么珍贵哦。所以呢，这些咖啡豆就是 Chef Ricky 给我的租金了。来，闻一闻。桂夏咖啡豆，我在巴拿马买了一片很大的地，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我种植到我最喜欢的、最满意的咖啡豆。这个我打算将来是要供应给你的。真的吗？哦耶！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找适合的咖啡豆，现在终于可以完成我的 dessert menu 了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就这么定了啊。OK。No OK。你够狠。Prosciutto， 超市也买得到啊。开玩笑，这个是我腌制的，而且还是在新加坡腌制的。怎么可能？没有适当的温度和湿度，怎么做得到？你忘了我是谁 ？Bon appetit！ 啊 ，Ricky Ma。我尝试过很多次啊，都发霉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教我嘞。求我啊！求我啊！所以严格来说呢，是我求他用我这里当教室的。Chef Ricky 真的好了解你哦，完全知道你弱点是什么。我和他的组合呢，有点像老顽童和小老头。虽然我们不常见面，也不常联系，可是一见面呢，就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完全没有隔膜。
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，因为你们有共同的话题。对啊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来，祝贺你踏进厨艺界。谢谢。我这条鱼缸比 Lisa 终于离锅了，离开被煎熬的锅子，逃出升天了。你的工作有这么辛苦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夸张了一下。我本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OL， 从来都没想过可以当上主播，还可以练习我的厨艺。如果不是那份工作，我应该也没机会来这里上课了。所以啊，我算是很幸运的。你真的决定辞职了，会不会不舍？是有一点点啦，不过我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啊。喜悦，这份东西是给你的。谢谢。哇，新的开始，新的造型。Boss， 什么事？你最爱吃的好饼，买给你吃。谢谢你这些日子的栽培。我想了很久，也考虑了很多次，最后还是决定要辞职了。你知道公司为你付出了多少吗？这就是你报答公司的方式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很感激公司的，是他让我有机会当上主播，也让我赚够钱去上课，我真的很感恩的。那你说走就走，把公司当什么？要不然，你让我转成 part time， 我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回来做 live。不用你的施舍，干脆一点，要走还是要留？那我还是走吧。Boss， 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怎么啦？为什么这么冲动？周末能见总好过不能见呐。为什么要逼他选择？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你舍不得他，你喜欢他呢？唉，算了，你如果说得出口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看来现在只有一个方法了，马上取消订单，把那1000套的锅子退回来。喜悦没了佣金就没有学费，他上不了课就会乖乖回来继续当主播啦。你在说什么？还装？想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吉祥物姐姐。九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情报局工作。不要忘了，我最喜欢和你的朋友交朋友啦。Scott， 你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。大费周章找人来假扮吉祥物，装模作样把自己的货买回来，还要租了货仓来藏锅子，就为了什么？为了让喜悦赚到学费。结果呢，拿石头来砸自己脚趾。我只是想要帮他，怎么知道他坚持要走？那就让他知道是你在帮他。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
如果知道是你在帮他，他一定不会辞职的。我不说，没意思。好，你不说，我说。哎，不能让喜悦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他知道了之后，他就不会接受我的帮忙，我这一切都白做了。这是喜悦的梦想，难道你没有过梦想吗？你笑什么？睡火山终于爆发啦！还记得那时候，你爸的新老婆要把你的兔子送走，你也是这么紧张的。好了，隔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个人可以让你这么在乎了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舅舅答应你，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，OK？ 你站在这里干嘛？等爹地吃饭呢？我都听到了。你听到了什么？好像说什么表哥很在意一个人哦，还要假扮吉祥物。嘘，这是个大秘密，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啊！啊，表哥喜欢喜悦也没什么问题啊，有什么好隐瞒？你不是不知道你表哥多爱面子的，怎么可以让别人知道他暗恋喜悦呢？他为了掩盖这件事，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功夫，所以你千万不能穿帮啊，不然他会怪我泄露秘密，到时都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啊。OK 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！干嘛？你发誓？你很 lame 了，爹地。你就发誓，如果把今天听到的事情说出去，你以后所有的飞行秀比赛都不会赢。你很毒。哪里毒了？有没有伤害到你的身体？快发誓！我发誓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OK？ 好，来。妈咪 love you。你的孩子不爱吃菜，希望我能帮忙想个办法哄他们吃菜，对吗？我建议你做这道 macaroni and cheese， 里面呢就加入磨碎的西兰花、玉米粒和萝卜，你可以加入多一点 cheese 哦。然后等它放凉了之后呢，你就像我这样，把它捏成一个圆形，这样子啊，孩子就看不到蔬菜的影子啦。正所谓，看不到的蔬菜就不是蔬菜，而是妈妈的爱。喜悦，有位网友问你是不是不要做直播了？我本来是要等今天直播结束前才告诉你们的，你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？突然一堆网友留言，说希望喜悦可以继续做直播，他们都很舍不得喜悦。这些人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啊？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的直播，我也会非常舍不得你们的。其实我以前就和你们分享过，我最终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要当一位专业的厨师。现在终于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，让我开始追求梦想，所以我就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。谢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，还有给我的鼓励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不会这么有自信。是你们让我相信，我可以做一个专业的厨师，所以我会永远永远感恩，也会非常想念你们的。那我们就一起做完最后一道菜吧。表哥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尽力什么啊？你真的以为这么多人舍不得喜悦吗？他们有一半是我的朋友，我叫他们 send 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还不是为了你。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讲出来，我是想帮你把他留下来的咯。啊，可惜没成功。你爹地真的是个大嘴巴。不是他的错，是我不小心听到的。哎，表哥，没想到你竟然会搞暗恋呢！你不要乱说话。如果我听到传言，你就没有 sponsor 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想搞 fashion show 了。已经什么年代了 ？Why are you so shy？
If you like someone, you should just tell them, right? 没这么简单。那有多复杂？假设有个男生，他突然来跟你说，你们小时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可是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要先看他现在长什么样子。如果他是那种油油涩涩、有一点点的 uncle， 我就会 high and by。可是如果他跟你一样那么帅，我就恢复记忆，马上记得他了。现在的女生都这么肤浅的吗？不然 ？OK， 假设你不记得他是你童年的朋友，你们又重遇了，但是你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，他跟你说你们小时候感情非常好，你会什么反应？表哥，1年前流行的 fashion， 我现在都不想穿了，更何况小时候的肯定 out 了，丢进垃圾桶还差不多。以前的回忆就这么不珍贵吗？难道你和喜悦以前是认识的？那他为什么那么怕你？你为什么那样子对他？他不记得我了。他不记得你，没良心！我现在去骂他。还要去哪里？他都不记得了，你去跟他说，那我不是很没面子？可是你知道后果的。不 sponsor 我嘛，老套，拜拜。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拷问。Zen，不要吵我，我要去开会。我有事情要跟你讲，很重要的。有人要找我做带货直播，这一次我要发了。你答应了？我这个周末去 interview， 如果我得到这个工作的话，那个助理主持人我应该做不了了。你可不可以帮我跟好我说一声？这个新的节目呢，就安排我做part-time司机。大胆了你，还没红就敢耍大牌推工作？不是啦，我难得有这个直播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嘛。你看我的妹，做直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就赚了一大笔，还可以上学。如果我也跟她一样的话，哇，我很快就可以把我全部的债还清啊！你说对不对？啊，说的也是，早点还清债才能好好做其他的事。好吧，我帮你跟好好说说看。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啊！哎呀，我们的老天爷一定要保佑我们的 Zen 姐姐啊！马上呢，从sunflower变成一朵云，飘在天上，跟……这里都没有人，阳光都还没有来，我傻。啊 ，Jeffrey， 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，我在教他怎么做掘金。啊，对，我最近这里脚很酸啊，可是啊，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啊，可以帮到这里的？其他方法？哦，有啊，看好哦。好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 ，Jeffrey， 会议快开始了，你先进去吧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啊。断了啊！你说呢？还不快点帮忙！小心啊！1、2、3。咚！欢迎各位大厨参与我们这个比赛，在座的各位都是风格鲜明、各有擅长领域的大厨，真是很荣幸请到大家。哎，都是帅哥哦！啊，其实啊，我们这节目的原创是来自我们的导播 Zen， 我就请他跟大家说明赛制啊。欢迎 Zen！ 在场的10位厨师会分为 A、B 2组。每组5个人，每场比赛都会淘汰1位厨师，最后剩下 A 组还有 B 组的最后1位厨师 PK 争夺冠军。每场比赛都会选在户外，我们会提供一些基本的器材，比如 portable 煤气炉、锅具，还有一些调味料等等。大多时候需要你们发挥创意，在有限资源的提供下，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出你们拿手好菜。还好有提供煤气炉啊！如果要自己生火，不是变成原始人烹饪大赛。
啊。第一集的主题是 organic， 除了主要食材，比如肉和海鲜，厨师自己带；蔬菜和调味料，你们必须去那边的 organic 农场采摘。这个看起来很不错。当我们所有的大厨都在忙着烹饪的时候 ，Chef Ray 还在煽风点火。跟我来 ，Chef Ray， 我们有煤气炉，为什么您还需要生火呢？今天的主题是 organic， 我觉得用柴火很原始和天然，符合主题。而且柴火烧烤出来的食物有一种特殊的风味。柴火烧烤，哇哦！ 让我想到有种中学露营的 feel， 充满了青春的回忆。您怕不怕不够时间煮熟啊？尽力吧。Chef 的柴火好像要灭掉了，再这样下去肯定来不及上菜，不能让他第一局被淘汰的。包在我身上。 喂，这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本来是把火势控制得很小，想用文火来烤肉，没想到火势旺了，把肉烤焦了。 Ready and action！ 各位，今天的比赛已经有了结果，桌子上的这2道菜就是分数最低的2道菜，所以今天到底会淘汰哪一位呢？让我来揭晓。 Chef Ray 和 Chef Carl， 你们今天将会有其中1位被淘汰。这道 Grill 阿央便宜的做法很特别，一般的阿央便宜都是用印尼香料腌制10几个小时后拿去油炸，然后敲扁。便宜就是扁的意思。Chef Ray， 你用烤来取代炸，鸡腿本身很入味，如果你把火候控制得好，一定是香嫩和多汁。 可惜你的火候过了。Chef Carl， 你的蒸鱼不用我多说，只有外皮是熟的，里面全是生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被淘汰的这道菜就是欧达煎鱼。那 Chef Carl， 请问现在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吗？对不起。 我有话说，我今天火候控制的不好，在火势过大的情况下，肉质变老，而且焦黑。身为一名专业厨师，这种水准的菜根本不应该拿上桌给人吃。我觉得我应该被淘汰。Chef Ray， 你先不要急着淘汰自己。 因为今天呢，你虽然出了点小状况，可是呢，你的菜色还是得到我们评委的肯定的。过熟好过不熟，毕竟有卫生的考量在内啊。今天的结果出炉了
所以很遗憾，今天呢，我们必须得先让 Chef Cao 离开。恭喜你！早知道我也会找人帮我香氛点火，那尾鱼也不会煮不熟了。Cal 啊，不要怪风，也不要怪火，要怪哦，就怪你长得不够帅啊。 Jeffrey， 我也差不多要走了，我送你回去餐厅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车了。哦。刚才我还以为你会被淘汰，我差点吓到要吐出来了。下次不要那么轻易的说要退出，好不好？其实我知道用文火来烤肉，很可能会来不及上菜，但我还是坚持这么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因为就算我输了比赛，我还是能教出我满意的料理。没什么比对得起自己的专业更重要。所以，就算我们是朋友，希望你以后不要通过任何方式来帮助我，好吗 ？Sorry， 我发誓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果然是你。我的车子来了。 哎，帮也不行，不帮也不行，怎么办呢？你不觉得他很执着，很有个性吗？哎，哦，这个饼一样啊，很硬啊，很难啃呐。我的牙力好得很。小心一点哦，太硬的东西吃了过后呢，消化不良。对，你看，脚痛还乱踢，小心啊！以后你走路啊，脚开啊，像鸭子这样学飞不要你。 喜悦 ，boss 找了一个网红来接替你当主播了。网红？哎呀，你没有看过他的节目吗？他每次一出场，我就从头笑到尾。哦，你有上过一样的节目的啊？认不认识啊？他不是网红，他是主持人，是我阿狗。他是你哥？真的吗？ 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找我做直播嘞？是不是因为我是喜悦的哥哥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在见你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喜悦的哥哥。选择你是经过商业考量，评估你受欢迎的程度，也预计你会越来越红。在趁你还没有大红之前，把你请来，比较划算。谢谢你啊，这么看好我。不过我要先声明啊。 我是不会煮菜的啊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帮你做这个直播嘞。我们做的不是烹饪型的节目，毕竟卖的是公司的产品，你可以自由发挥，只要有更多的人看我们的直播就好了。真的可以自由发挥啊？只要可以卖出更多的产品，可以。那就好。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我除了帮你们做直播之外，我其他表演的工作可以接吗？你不是公司的员工，我们不会限制你其他的工作。 如果你可以越来越红，就可以间接的帮助到直播 ，Why not？ 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老实跟你说啊，我妹妹啊，她每次叫你 Mr. 法西，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法西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很随和，很好谈啊。看来她对我的误解很深。她还说了我什么？也没有说什么啦。 不过他平常很像有一点怕你，你只要 send 一个短信来啊，他整个人就会紧张到好像世界末日了。我真的那么可怕？他真的那么讨厌我？当然不是啦！哎，你看啊，你给他这么好的机会，帮他赚了一大笔佣金，还让他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他感恩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会讨厌你？好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 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的。
带你看一看。好。哥，你为什么来应征当主播都没有告诉我？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够惊喜吗？啊？哎呀，你都不会煮东西，你确定要当主播 ？Boss， 你确定要请他啊？既然你这么担心，那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是啊，干脆你们两兄妹搭档当主播，肯定很有看头的。放心啊，行的。喜悦，带你哥熟悉一下环境，顺便做一下工作交接。哦。 哎呀，以后我们会是一个 team， 应该趁机会好好互相了解一下的。好。没有错哈。走，带你去走看看啊。这里。哪里？跟着我。在这么绝望的情况底下，你还能够力挽狂澜，把伤害减到最低。不愧是我们家的才子，不错。你又想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妹妹一走就马上把哥哥请来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让妹妹欠你一个人情，然后通过哥哥掌握妹妹的一切动向。最重要的是，不会跟妹妹的联系就这样一刀切断。你是在说我公私不分啊？我这么做是为了公司的利益。我明白，我了解，所以我在称赞你啊！既能解决事情，又能兼顾公事，哇，一举两得，一箭双雕，一石二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空手道。空手道的意思就是你们双手空空而来，就地取材，当场发挥大家的厨艺。当然，今天我们最主要考验的就是你们现场的机智以及创意。在我前面呢有个抽签箱，抽到什么你们就要煮什么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给每个人10块钱的补助金，你们可以去购买所需的配料。比赛就要开始了 ，Let's go！ 哇，抽到 Cleavish 啊，运气很好哦。过来啊！ Chef， 虾婆很难煮吗？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因为壳太厚了，肉的味道又太淡，必须用很重口味的配料呢，才能做得美味。哎，帮我看住啊！夏飞，怎么了？我要来买阿三，可是这里的杂货摊都关了。哦，你找阿平啊？他刚刚走而已。喏，那个穿深蓝色衣的。我帮你追。Zen。 老板，你搞什么？我要买阿三。买什么买？我已经收档了。我真的很需要阿三来救命的，帮忙！我可以出双倍的钱跟你买，好不好？双倍的钱很多咩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Chef， 你来的正好，等一下老板会买阿三给你，然后我继续拍，就当是你把人追回来的，好不好？啊？哎，老板。Zen， 算了。就算老板肯卖，我也不会买的。那比赛怎么办？ 我用上钢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。啊，真的啊？Chef Ray， 对不起，我一时紧张就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。我保证今天会是最后一次了啊！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再难过了啦。 我那么辛苦的去帮他找阿三，他都不肯用。最可怕的是，他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。我宁愿他骂我，也不要对我这么冷淡。那我这个sunflower要怎么办？Chef 真的很过分，竟然这样对你。铁皮人好不容易有了心脏，他却伤了你的心。我不要跟他好了。哎，不行，你要帮我做说客。你一向跟他谈得来的，你就帮我跟他说。 我是情不自禁，我一直忍着不要去帮他，可是状况一发生，我就控制不了自己了。告诉他你有恋爱脑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要吓到他啊！说来说去都是那个长生君的错，关我哥什么事？
如果他没有请假，他就会阻止我去帮 Chef Ray， 那我就不会悔恨终身了。我狗阻止得了你咩？对了，他去面试怎么样了？成功了，我一离开他就接替我做直播了。 Mr. Fossey 特地找你狗当主播，应该不是巧合吧？会不会是他喜欢妹妹，连哥哥都喜欢了？这叫爱屋及乌。Sam， 你又诅咒我了，小心我不要帮你跟 Chef Ray 解释了。Sorry， 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来，我帮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大力点，好，大力一点。OK， 你要帮我跟 Chef Ray 说 ，OK？ Boss， 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你看起来很开心。没有啦，这是我做的最后一道菜，我感觉很满意，所以想要来给你验收，请你评价。你是不是应该先做点什么？哦，我今天做的是芝麻冷面，所以没有姜葱蒜的。明明知道是你的最后一天，却只做了一碗面。看来你对公司的感情就好像这碗冷面一样，又冷又淡。冷是冷了点，不过不会淡啊。芝麻酱又香又浓，回味无穷。Boss， 你闻闻看。离开公司，真的让你这么开心吗？没有啦。我这么平凡的一个女生，居然能当上主播，感觉就像爱丽丝走进一个魔幻世界，感觉很不真实。在公司的这段时光，我得到了很多的鼓励，也收到大家的祝福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啊。总之，这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。离开了之后，我一定会想念大家的。你会想念大家的。那我呢？我一定也会想起你啊，尤其是看到姜葱伞的时候，我肯定想起你。Boss， 你给了我这么多机会，还有鼓励，这就是最好的一份礼物。还有，你聘请了我阿公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那你要怎么报答我？哈？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。以后当我对你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答应我。啊？万一他提出很过分的要求怎么办？你是在怕我对你提出很过分的要求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么想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OK， 答应，答应。Boss， 这个太美了，我不能收。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不能拒绝我的要求吗？那好吧，我只好收下了，谢谢你哦。
你是今天的主角，应该坐下来喝杯饮料，等你同事来吧。可是我有任务要完成啊。是这样。他怕你生他的气，不去参加他的比赛。其实我还是不太理解，为什么他这么坚持要我上他的节目呢？因为他跟你一样专业啊。你只用最好最特别的食材来做菜，他也只想最好最强的人参加他的节目。我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。谢谢。你有。谢谢你那么看得起我。洗手间在哪里？在楼上。你也对香草有兴趣吗？这个应该是蘑菇草吧？没错，很稀有的，你竟然认得出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 chef 最紧张的香草，是他好朋友送的。喜悦。这位呢就是 Chef Ray， 他最近有上综艺节目哦，很快就会变成 Celebrity Chef 了。Chef Ray 啊，上次喜悦带来的素都浪是你帮他做的，对吗？是啊。哇，那我真的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帮了我们曼斯诺瓦一个大忙啊！不客气，谢谢，不客气。真的吗？你怎么可能是厨师？你是明星假扮的吧？你有没有 fan club？我可以当会长。哈，你迟了一步，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当 Chef Ray fan club 的会长了。Chef， 我们拍个 VP 吧。1、2、3。你还站在这里干嘛？过去跟喜悦拍照啊！去呀，走走走。boss，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你们慢慢享用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哦，你们的 boss 本来就约了一个很重要的客户，他只是过来打个招呼而已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啊。拍照拍照啊！最后一天了，还耍性格，搞什么鬼啊？月亮独一无二，星星却有很多。很可惜，你不是他选中的那一颗。眼前浮现分手那一天，我们把爱撕成了碎片，转身以后再也不见面。划分界限，以为习惯没你在身边，天真想法实在太肤浅，情绪转变也难以分辨，疲惫因为想念。相信我，分手是你和我犯下最小的错，相爱却分开，这种折磨好难受。一个人也白昼，有话也说不出口。不再多，紧握住你的手，我只想对你说，用尽我的爱给你毕生的承诺。快乐能一起享受，悲伤能一起承受。我们不能再错过，走在街边却偶然遇见，我们眼神不交碰了面，那些回忆对你的思念，再